1918年7月17日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7口被前苏共红军杀害。92年后的2009年，美英等国13位科学家在美国国际网络期刊发表了题为 DNA 分析揭开了沙皇2个孩子失踪之谜的研究报告，为90多年来出现的各种疑问给出了科学可靠的答案。这里是和此案相关的线粒体 DNA 亲子鉴定的实例分析。这是线粒体 DNA， 它躲藏在人体的细胞质中。线粒体 DNA 都是来自自己的母亲，虽然男女都有，却只能女性遗传。线粒体 DNA 在控制区有较大的差异，是母系近代历史档案的 DNA 记录区。线粒体 DNA 亲子鉴定就是在这个记录区检测、寻找相同位点上的相同遗传标记，确定亲缘关系。这是一个线粒体 DNA 遗传标记图，图中的黑色、红色、蓝色3个彩珠代表3个遗传标记。黑色是 A263G， 红色是 1611T， 蓝色是 T16357C。 图中第1代爱丽丝公主的3个遗传标记来自自己的母亲维多利亚女皇。第2代沙皇皇后和维多利亚公主的3个标记来自他们的母亲，也就是第1代的爱丽丝公主。第3代有沙皇皇后的5个孩子和维多利亚公主的女儿巴腾堡的爱丽丝公主，他们的3个标记分别来自自己的母亲第2代的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和维多利亚公主。第4代中，沙皇的5个孩子因为都死了，沙皇家没有第4代。第4代有一个菲利普亲王，他的3个标记来自自己的母亲，也就是第3代的巴腾堡的爱丽丝。当然，菲利普是男性，他不能再往下传。他和妻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孩子身体中的线粒体 DNA 都是孩子的母亲，也就是伊丽莎白2世传给他们的。以此看到，3个相同位点上的相同遗传标记都是来自自己的母亲。线粒体 DNA 男女都有，但只能女性遗传。沙皇皇后以及5个孩子的线粒体 DNA 来自寻找到的遗骨，怎样才能确认他们的身份呢？从图中可以看见，与沙皇皇后具有同一母系亲缘关系活着的人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。
DNA 亲子鉴定可以通过活着人的 DNA 遗传标记，逆向追寻祖先的亲缘关系。所幸研究人员得到了菲利普亲王的线粒体 DNA 样本，检测结果显示，菲利普亲王和沙皇皇后以及5个孩子的线粒体 DNA 在3个相同位点上都有相同的3个突变遗传标记 A263G、C16111T 和 T16357C， 而其他人的遗骨线粒体 DNA 都没有这些标记。至此，线粒体 DNA 亲子鉴定确认了沙皇皇后及5个孩子的真实身份。这里只是分析线粒体 DNA 亲子鉴定的结果，在完整的鉴定报告中，还有 Y 染色体亲子鉴定确认了沙皇本人的身份，长染色体 DNA 亲子鉴定确认了沙皇夫妇与5个孩子的亲缘关系，确认了沙皇一家7口的遗骨，同时也确认了他们一家同时被杀害的事实。DNA 亲子鉴定有3种，一是男女相同都能遗传的长染色体 DNA， 可以鉴定父母与子女 N 代乃至人类男女共同的第1位祖先的亲缘关系。二是女人没有，仅仅男人才有的 Y 染色体 DNA。Y 染色体是表达男性特征的性染色体，可以鉴定父子上下 N 代乃至人类共同男性祖先的遗传关系。三是男女都有，但只能女性遗传的线粒体 DNA， 可以鉴定母女 N 代乃至人类共同女性祖先的亲缘关系。以上3种鉴定方法可以满足所有遗传关系的亲缘鉴定。这里是线粒体 DNA 案例分析，前面6、7两集是长染色体案例分析，第8集是 Y 染色体案例分析。了解这些，你会发现 DNA 不神秘，却非常非常神奇。